他就拜托给你了。放心，治疗这方面我会盯紧的。但是有一点，这记忆一旦恢复，他以前的痛苦和悲伤也会随之而来。你能有把握帮他挺过去吗？无论如何，他对他的人生都有知情权。如果找回记忆，他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那我一定会跟他一起去面对的。好，我会尽力的。马医生，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，没时间照顾他，希望你能帮我多多留心。陆岑阳也来看病，我正要找他呢。马医生，这么多年，多谢有你的帮助。虽然过去好长时间了，我觉得也算是慢慢能看到。果然，易子鹤也在暗算陆岑阳。难道他是想曝光陆岑阳的什么隐疾？我得帮他遮掩一下。你放心回去吧。3点钟方向有人偷拍，我帮你迷惑他们，配合我。亲爱的，你看看，人家这可是画设计图的手手。哎呀，所以才带你来医院看的嘛，看完我才放心嘛。痛不痛啊？痛，你心不心疼嘛？我可心疼坏了。偷拍你的应该是易子鹤的人，好在你配合得快，顶多也就被爆一个陆岑阳办公室恋情的料。我一个平平无奇、随时可能被开除的菜鸟，没有话题点，闹不出水花。事关你的名声，这么帮我值吗？你帮我揍了泰勒，这次算我还你人情。你手怎么会受伤？我跟秦寻撸串，有人暗算他，我就帮他挡了一灾。受伤的严重吗？我认识医院的主任医生，可以让他帮你看。唉，小伤不打紧，这么晚出现在医院，别是有什么隐疾啊？你少咒我。我是真的怕你有隐疾被爆，才站出来帮你忙的。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我的？我一进大厅就看见了。然后呢？到家了。啊，谢谢。不然，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公司选定了你。爷们儿，你太胡闹了，怎么能
擅自回家，今天还要换纱布呢。你别念了，医院的床我睡不着，马上就去换纱布。不然，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公司选定了你的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偏偏我犯困的时候说啊？陆总，我昨天输了一大袋消炎药，人有点懵。您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没吩咐完？您还是茶道发烧友啊？您收的这个茶是今年得奖的茶吧？你还懂茶叶？瞎学过一点。你挺适合喝点茶的，养养性子，别总把别人的话听一半。我回头就喝起来，让自己的性子慢下来。陆总，您要是有什么重要的吩咐，您就说，我保证耐心听完。昨天他睡着了，没问清楚。我问你，昨天你什么时候见的我第一面？在医院大厅有听到我说什么吗？你说的这个，和重要的事情有关系吗？这取决于你怎么回答。我昨天在医院叫你的时候，是我们见的第一面。你好像和一个医生在告别，说了再会什么的。没有别的了。没有。进来。陆总，工程部、设计部已经就位了，等你开会讨论开工事宜。好。你再想想有什么要补充的，我开完会给你说。我没有什么补充的。老板，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你家有浓浓的茶香味儿，怎么有贵客要招待？只是听了老板您的教诲，喝喝茶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。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好啊。随便坐。普洱茶用煮的，你要喝这么浓的吗？我这不是怕困，又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指示，等一句话等一天呢。倒茶倒挺有模有样的。太浓了。看这毛躁样子，说想把自己性子慢下来，谁信？说话呀！不是陆总，这喝茶聊天，你别光喝茶呀，有想说的话得说。我问你什么时候在医院看到我的，但你说你想不起来什么，我得多给你点时间，让你好好回忆。你想起什么，决定着我跟你说什么。我都已经如实跟你说了，你要是不相信是你的事儿，我对你的演技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这男人大半夜的去看医生，无非就是特别丢人的生理毛病，我怎么可能大嘴巴跟外人说3道4毁你形象呢？而且你为什么非得追根究底呢？我真的要是多知道点什么，丢的是你的人。
跟你聊天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喝饱了。陆总，你最起码把昨天没说完的话说一下。你什么情况？一天没吃饭，你茶太浓，低血糖了。什么低血糖？你给我，喂，叫。我初吻。你刚刚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追问我在医院听见什么。你去医院，是不是因为你老是容易低血糖啊？没有多大的事儿，只是去医院的话要让姚蜜陪你去。万一你要是在没人的地方晕倒，多危险！或者找我陪你去也可以，绝对不能一个人去。这也太甜了吧！哎，我的口味。他能主动提让思琪陪我去医院，看来他真的没听到。对，我就是低血糖犯了，不希望别人知道。另外，我允许你用设计师的身份跟进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再让你提前转正，怎么样？好的，老板，您放心，你的影集一定守口如瓶。对了，刘总的事情你知不知道错在哪了？休息好了吗？休息好的话就回去吧。我这里没有监控，万一你要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，晕倒了，我们这里变成凶宅，很冤的。我就算死这儿，这也是我房子。莫名其妙。我要的东西都拿到了吧？和品商确定的改建设计图都在里面，包括所用材料和施工计划都有。知道设计师是谁吗？叫不染，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他。前几天院长才定下用他的设计图。走，带我最爱的老婆买鞋去。妈，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福利院改建的图纸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教训下陆岑阳。楠楠，品商最得意的是设计，
咱们制造舆情，干脆把设计师也拉下水好了，更能让品上自乱阵脚。设计图稿是你拿回来的，随你的便。可心，你找媒体向外吹个风，明天让慈善总会、整个行业乃至社会都知道品上管理不善，令设计图稿全部泄露。我允许你用设计师的身份跟进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再让你提前转正。老板，出大事了！福利院改建的图纸已经外泄，有传言说是设计师本人传出去的。知道了。巧克力给你备着，饿的时候别落下。你自己留着吧，今天开始给你放假，别去公司了。哎，不是你昨天才让我做项目的，今天怎么就让我停工啊？我已经答应了，不会把你引起到处宣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给我一句明话呀！福利院的项目出事了，有传是你这个设计师出卖的，你最好别轻举妄动。陆岑阳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的能力和对福利院的用心，不用我跟你们慈善总会赘述了吧？现在是出了一点状况，可任何公司都可能发生啊。就算是易华，他也不能一定保证没有一点的疏漏。听说各位打算为品上的福利院改建提供建材，但品上泄露图纸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各位应该都不想受到牵连吧？正好易华参与的住宅产品要全部精装升级，要用到给各位目录里的特级环保材料。目录里的物料，陆岑阳都找我谈过。华董是要对品上下重手吗？易华以后的项目将大量运用新型建材，必定能带动市场跟风。如果在座的各位愿意跟着易华喝酒吃肉的话，我劝大家尽快囤货。好，麻烦您了，王总。对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喂，李总，听说您进了一批特级环保建材，我愿意高出市场20个点给您拿货。您好，我是品商的。这些都是暂时的。好，我等您电话。魏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帮不了。谢谢。喂，周总，我和您都是刚刚进入本地市场，不知道您是否愿意为改建福利院出一份力呢？着急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有没有啊？赶快住手！公司出现了内鬼，他们只是奉命行事。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传我出卖了自己画的设计图，这么荒诞的传言，你们会有人相信？我给福利院做设计不图回报，怎么会是我呢？你记恨公司招你进来，只是让你在市场部打杂。福利院的改建动工虽然选用了你的设计，但是并没有改善你在公司的处境，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故意泄露了全部的设计方案，为了让外界笑话品上管理不善。这些都是你的臆想。明明就是他，明明就是他，说的是强词夺理。陆总会相信我的。哎，盆景被不染斑过，土里都扒开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藏东西，找得仔细点。住手！这土里能藏什么？窃听器吗？杨幂，这会不会太荒诞了一点？从你搬家到陆总对面，事实出现在福利院，你就已经很值得被怀疑了。福利院改建用的是你的设计，全公司只有我和陆总看过全稿，连凯瑞等总监级别的都只看过部分图纸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不同部门都只有相对应的执行图纸，所以你泄露全图的嫌疑最大。我画那些图纸费了多少心血，就是想给福利院的孩子们一个理想的家，让他们心心念念的屋子能够顺利改建好。我怎么会做出卖公司、影响改建的事呢？我只是公事公办。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，
公司自然会还你清白。但如果真的是你，我绝对不会手软。妈，你看看不然的惨样。小然有事儿，你应该先跟他爹说呀。妈呢？我管他要点钱，想给慧云买点营养品。他说上班给我挣去，一早就溜了呗。一敏德，妈可不是让你随口调侃的。你倒挺懂事儿。好，不说了。哎，你不是有小冉的消息吗？拿来给我瞧瞧。看我女儿怎么了，让你那么得意？快点。行。看到没有？你们家不染泄露了福利院图纸，在公司备受排挤。帮我跟他说说，别跟我们作对啊！不然没咱好果子吃。以后别再找小冉的麻烦，你最好把话给我听进去。还挺好吃。知道不然翻不出我的五指山了，忍不了了。我也告诉妈，你一直在故意装废人，妈一定会把你赶出这个家。小崽子，我们早就过了不懂事的年纪，已经是一名父亲了。我能为小冉忍，不代表我不会还手。如果你不知收敛，保不齐你这个位置也做不了几天了。威胁我，等着，我会让不然无路可走。老板，院长那边没什么问题吧？不染的工位什么情况？网上爆料直指不染，调查自然会先冲着他。我昨天才正式通知不染，设计图采用他的，让他跟进施工。他一直都想做福利院的项目，好不容易得到的承认，他开心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傻到出卖公司呢？对手的小动作搞得太明显了，你们不去追查背后使坏人的证据，在这里针对不染，这很不明智。老板，现在在时间上对我们很不利，对手是谁？不就是易家吗？我们何不反利用不染？查不染只是走个形式，等我们之后爆出他是易家人的身份，那么设计稿的泄露就是易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，舆情很快就会倒戈。牺牲一名新进职员，让易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怎么看都不亏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为了自己的私心，利用和陷害一个无辜的人。找人给不染换把椅子。老板，现在我们不光在建材上被人暗算，在舆情上也陷入被动。如果继续让易华操纵舆论的话，我们不光会失去福利院的改建资格，更会让您多年经营起来的品牌形象被踩在脚下。牺牲不染，
是最快的化解危机的办法。不然去哪了？老板，我们不能心软。谢谢李师傅。不担心自己的处境，倒有闲工夫在这种花。盆景无辜，我不忍心看他活了这么多年，因为一桩冤案赔了性命。你以前遇到点事情就会炸毛，这次倒很淡定。怎么，怕被人看出内心的不安，只能对植物施展善意了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你好歹听进去几句。烫伤膏记得用，把你的手照顾好。土都进纱布了。您品上的安保和行政是美剧看多了吗？怀疑我装窃听器，我装也要装在你家里，用你打呼噜的声音毁了你今日，这才更有成就感吧。我心里的确很不安，担心盆景因我而冤死，担心福利院的孩子们心愿打折。我最担心你压力太大，不好和院长交代。担心我，是真心的吗？我不应该是你心里咒骂的那个黑心老板吗？你也太有自知之明了吧？那你来关心我干什么？是想在公司开除我之前让我放弃抵抗，配合公司吗？别冒充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恶不恶心？不过你放心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要开除我，我也不会拉横幅喊冤的。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，最起码是让我和你一起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。因为我和福利院的孩子有过约定，不想什么都不做，不明不白的就离开平上。你如果继续留在平上，只会遭受更多的白眼和质疑。我问过设计部的前辈，他说只要帮公司解决福利院改建需要的物料，目前所有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你给我刘总的联系方式，我去求他，别管是给他儿子设计婚房，还是给他的宠物设计房子，我都能做到。这就是你想的好办法。聪明不过3秒，你给我记住，你只不过是个菜鸟，轮不着你为我出头。我踩到你尾巴了吗？你干嘛突然这么凶啊？我不就要一个刘总的联系方式吗？上次也是莫名其妙惹了他，我去跟他道个歉，顺便说服他给我们提供建材，这样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允许你去找刘总，以后在路上见到他都给我绕着走。从今天起，给你带薪休假，把手养好，你不添麻烦就是最大的帮忙。你让我带薪休假？你没有怀疑过是我泄露了设计图纸吗？废话，就你那屁大点本事，哪能搅动那么多媒体给品上下黑料？盆景种好了，你自己搬下去吧。我是老板，我为什么要搬？我没吃完午饭，哪来的力气搬啊？你的力气都用来顶嘴了。哪盆？这一盆。跟上。
大哥不染都不省心，你这心病好得了吗？我听子鹤说，上次碰见大哥和陆岑阳说什么结亲，大哥是要指望不染彻底倒戈了。你们不是希望妈跟敏德彻底翻脸吗？你想让敏才跟子鹤接班，正好少了妨碍。对付你们一家都不用劳烦妈，不管你们心里在打什么算盘，不染都是没希望的。有没有关注新闻啊？不染毛毛躁躁泄露了图纸，陆岑阳麻烦可不小呢。我猜他现在应该对不染恨之入骨吧。明明心里紧张的要命，不用装作若无其事。以后这样的好事，我们还是会想着不染的。第一次见到干了坏事自己承认的。多亏你们两口子坦诚的明示，我才知道冲着小冉的案件是谁设计的。大哥，可惜子鹤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，我掌握了一些证据。对证据感兴趣的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哪位建材商巴结一华最积极？想当年和刘总一起跑工地，夏天吊汽水，冬天喝黄酒，意气风发。这7、8年不见了，兄弟状态不错呀。哎呦，明德兄说笑了。这2年钱不好挣，兄弟我整天盯着苦着，看着公司的那点利润，哎呦，人都老了。明德兄将来要是回归一华的话，多多照顾照顾兄弟啊。说句真心话，这些年呢，一直跟着一华干，没饿死，可是呢，也跟饿死差不多了。这不是前面有我那个弟弟和侄子挡着吗？他们为了对付品上，把建材商都整合起来，要在董事长面前立大功，但是他们几次在陆岑阳面前栽跟头，一点不记教训，还以为品上那边福利院改建图纸泄露，他们稳赢了。我准备黄雀在后，跟他们斗一斗。刘总，你会站在我这边吗？你消息倒是灵通，谁跟你说我休假了？还特意接我来捞伙计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哎呦，敏德兄啊，这话说的就见外了，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。这敏才和可心买了那么多的通稿，非说人家设计师泄露了图纸，设计师马上就要因为福利院改建而扬名，干嘛非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这么多年了，整人还是老一套。哎，你说我利用这个点去制止他们如何？敏德兄啊，别草率啊！我去过品上，我看那个陆岑阳对那个女设计师挺限制的。硬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女设计师不服公司的打压，出卖公司，玉石俱焚。这样就说得通了。何以见得？哎呦，我是看那个女设计师这小姑娘挺会来事儿的，就想给她个机会。就跟陆岑阳说了，让不染下班以后，我请她去吃个饭，喝点小酒。哎，那陆岑阳当时就拉下脸拒绝我，好像我抢他们家东西似的，真是。你看人家设计师长得漂亮，打人家主意了吧？嗨，只要姑娘愿意，咱又不会亏待人家。哼，那个陆岑阳真是不识抬举啊！你说这拿员工换合作机会啊，他都不答应，
活该被人设计。原来陆岑阳在刘总面前凶我，是在保护我。陆岑阳心思缜密，公司管理有方，能泄露机密的，起码是他的左膀右臂。我不相信子赫有这个能耐，收买品上的主要管理层。易子赫的本事呢，只是泡妞。明德兄，我只能提醒你到这里了。多谢兄弟，我们以咖啡代酒，干一个。来，干！激动了，激动了！我也是吧，兄弟。你看，没事没事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回去换个衣服。好好好。哎呀，伯父忽悠刘总一套套行云流水，临走前还不忘修理他一把，厉害。我看到他要打小冉的主意，心里当然不爽。以后我再跟他算总账。欧巴，干嘛？感动你印象当中的老爸回来了？小傻瓜，你可是我的翻版，你这么不肯服输，我怎么能自暴自弃呢？我原本想着把这酒鬼的角色演到底，让奶奶对我们的不满都吸引到我身上来，但我现在要再不出手，怕你会被动。这手伤得重吗？小伤，都快好了。听你的意思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清楚。对不起啊，女儿，是老爸的错，才会让你这样一路战战兢兢的。但看着我闺女越挫越勇，老爸心里很欣慰。等我成为更优秀的空间设计师，你会比现在更欣慰的。那是自然。哎，你们赶紧去查清楚，易子赫是从谁手里拿到的图纸，找到人证，舆情一转，你和品上的麻烦会不攻自破。易子赫是通过泡妞拿到的设计图，图纸是福利院院长前不久才定的，这人会不会出在福利院长？你手痒了？我跟你说了，这些很贵的，是你能乱画的吗？你把手伸出来，我让你长长记性。快点儿，把手给我。心雨，你先回教室等姐姐，姐姐马上就来。快点！你怎么回事？拿来，把手伸出来，把手摊开，快点！陆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误伤你了。这孩子不听话，我好好的一双鞋被画成这样，我正在教育他。水彩笔画的应该能洗掉，我在网上看过科普帖，加个微信吧。好，谢谢你，布小姐。回头发你。好，谢谢布小姐。走。怎么了？有发现，福利院的助教工资不高，但是她却穿了一双上万元的球鞋。这个女助教我之前打过交道，平时很省，舍不得买贵的东西。助教单纯，最容易被易子赫骗了。在我揭穿易子赫花心之前，辛苦你帮我盯紧他。张总一直不肯见我们。
这妞不错，王总一定喜欢。想你了，今天老地方见。秦先生，我从刚刚就看到你一直跟着我。告诉你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男朋友是易子鹤吧？我看你刚才一直没联系上。他很忙的。忙什么？忙着撇开你去找乐子吗？瞎说什么？子鹤才不会。你先别着急。哎，都等你半天了。好久没来看我，我都想死你了。哎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那个柴人精烦死我了，给他买双运动鞋，就以为我是全世界。你有空就给我发消息。我不回，就治我是不是太忙不注意身体，我用他管。这女的没见过什么世面。怎么样？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吧？怎么会？走，王总都等半天了。走走。我认得你，别找易少爷麻烦。易子鹤又没包场，凭什么他能进我不能啊？怎么回事？易少爷，你要想偷拍什么的话，我保镖不是吃素的。同一个手段，我不会再上当。哼，盯紧他，直到他离开为止。好的，易少爷。好的，医生。走吧。你自己会走。快点，走吧。快走！我真的会走的，你别那么紧张行吗？快点！马上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发现易子鹤和福利院的女主角有关系，跟踪的时候被发现了。易子鹤也在这儿，看来他冲我约的客户下手了。难怪你会这么巧出现。找准机会，赶紧溜！这么多人怎么溜啊？我已经报警了，现在跑还来得及。走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易子鹤已经先我们一步了，我们得抓紧了。先去医院吧。眼前的事要紧，你先回去，我们走。好。来，干杯！哟，陆总，杨幂，小易总来的比你们早，也很爽快，用更高的价格买走了我的货。王总，可您先答应跟我们谈的。哎，货呢，卖给谁不是卖呢？小易总都交全款了，我看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啊，王总，我保镖疏忽，让不速之客小了雅兴。我们换个地方吧。好，全听小易总安排。好。这次你输了。
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耽误的几分钟，我好不容易联络的王总被义子鹤截胡了？你存心的吧？我已经查出来是谁出卖了图纸，我会想办法让他站出来。只要让大众知道是易华在使唤，我们就还有机会可以扳回来。义子鹤已经发现你了，你没机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人我已经让秦寻盯着了，我们还有机会的。用不着你再帮倒忙。我先送你上医院吧。你在哪儿呢？我马上过来。女助教人呢？你来之前，易子鹤给了他一笔很丰厚的分手费。我琢磨大哥重振如前，要给一家难堪，会有什么惊天大动作？没想到，只是去找刘总喝了一杯。大哥向来就做不出什么狠事来，7年的熏陶，也就装个酒鬼，恶心恶心我们。对待外人，那是真没用。你这个事事都忤逆我的逆子，当初非要娶这个对易家没有价值的女人，你竟然为了帮陆明宇，甚至放弃了易家。7年过去了，现在你又帮外人来挖易华的墙角，真是死性不改。现在，给我净身出户！现在牺牲不忍还来得及，只要抖出他是易家人，局面马上就能反转。我想赶在你出门前来跟你说声谢谢，谢谢你保护我，还有之前刘总的事你对我凶，我现在都明白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成为你的拖累，我保证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不然我一定把你从隔壁赶出去。我会做到的。你的手怎么样了？早日康复。彼此彼此。现在我们还没输吧？说什么梦话呢？没睡醒啊你！出门了。等一下，给你的。No。爸。哎，小冉，你这个点应该上班啊。你有空打给我，是计划不顺？易子鹤比我快了一步，我失去了泄露图纸的重要人证，而且还是
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建材。我想帮陆总出力，您能给我支招吗？以我对陆岑阳的了解，他不可能没有后手。你该做的已经做了，现在倒不如先安静的看着。爸，我现在需要的是逆转的办法，那实在不行，我只能……你啊，办法不是没有，但你得足够沉稳，才能去跟你奶奶编出一套陆岑阳足智多谋的说辞。奶奶，你怎么还有心情拍照啊？之前找你，你拒绝了我，今天怎么又来找我了？易子鹤中了陆岑阳的计，奶奶你好好想想，陆岑阳是怎么利用泰勒算计二叔他们的？他是那么容易就轻易被打倒的人吗？昨天晚上，陆岑阳拼命巴结的王总，也被子鹤截胡了。他已经输定了。你是想来告诉我，他是故意的吗？没错，福利院改建用的是我的方案，我选取的是2手建材。因为福利院改建需要抠预算，但陆岑阳故意换成了昂贵的环保特种建材，这里里外外全都是最贵最环保的。他就是算准了易华会有所行动，好让易华和供货商们吃下最贵的货，但他就是要用这个手段，让您因为囤货而资金紧张。真是可笑啊！我易华那么多住宅项目，日后打高端精装修还能消化不掉吗？易华用最顶配的精装修，那价格势必也会水涨船高。这个时候，陆岑阳便会利用品上的设计优势，在未来性价比高的住宅项目上和易华打价格战，用易华原本的价格优势打败易华，这个才是他的计划。我押注从来不单押。如果你的情报有误，想想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如果二叔和子鹤真的有过人的能耐，您就不会在我拒绝您之后，还默许我继续待在陆岑阳的身边。奶奶，陆岑阳做这一切，他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一家，好让子鹤傻乎乎的从供货商的手里面先把这些货吃下来，等到他真的一一都买下来了，陆岑阳就会有所行动，到时候后悔就晚了。趁现在让易子鹤悬崖勒马还来得及。怎么了，奶奶？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心跳加速。我骑车来的。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取得陆岑阳的信任的。网上的新闻一说图纸是设计师泄露的，公司的人就煞有介事地对我进行了调查。但是奶奶，您听到我被开除的消息了吗？还有，子鹤的保镖为难我，是陆岑阳为了保护我才受了伤。如果这些还不能够说明问题，那奶奶您再好好想想，陆岑阳想要调查清楚易子鹤手下的身份，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为什么不报警？是因为他不想打破计划。陆岑阳倒是为你做了很多呀。一个年轻有为的老板为你做这些，你一定会感动吧？一个女人在感动的时候，喜欢感情用事，所以你才找我说了这么多，想让我打断子鹤他们的行动。本来我还想谨慎一点，但你来找我，可见陆岑阳已经黔驴技穷，无还手之力了。不是的，奶奶，你呀，与其关心陆岑阳和品上，
倒不如关心关心你的父母，他们已经被我赶出一家，现在在哪儿流浪还不知道呢。赶快找到他们，给他们送些钱去吧。妈，你和我爸搬到哪儿去了？好，我现在就来找你们。华董，我们现在回公司吗？不回去了。不然的自作聪明把你害死了，你还要心软吗？我会斟酌，你跟上不染，找到易敏德的下落。李叔，你都听到了，你觉得我还要心软吗？不然怎么对你的计中计知道的一清二楚啊？难不成他真装窃听器了？不重要，幸亏华董不相信他的话。也好，趁此机会，让易华好好尝尝陆氏当年的痛苦。他传话华董信吗？易华这一次已经一只脚踩进我的陷阱里。如果华董相信了 Carrie 的话，让易子鹤就此收手，那么这一次，易华算是命不该绝。我选择的是二手材料，陆岑阳故意换成了昂贵的环保特种建材，好让易华和供货商们吃下最贵的货。说，华董，我听到了陆总和公司花匠在议论下一步的动作，好像是他现在的被动都是假象。陆总很快就会有下一步的动作，您务必要小心。花匠，假象，你的情报准确吗？陆总跟这个花匠的关系不一般，这样，我传你一些花匠的照片，您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。这不是陆明宇最新来的副手小李吗？一直为他音讯，原来在给陆岑阳当幕僚。那个花匠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借此机会让您尝尝陆氏当年的痛苦。小孙，赶紧回公司。好。还好我之前攒了点钱，把该添置的都添置了，够我们在这里落脚了。以后，你可能得跟我在这儿过一阵苦日子了。怎么就过苦日子了？你觉得我愿意住别墅啊？这里多好啊！萧然以后帮咱们完善完善，就会越住越让人羡慕。切，这隔音可不好啊！你们下次说我的时候小点声，院子外面都听到了。说你我们还用小点声啊？来正好，帮你搭把手。好嘞。手怎么了？没事，烫了一下。他老是大大咧咧的，过来帮我搬搬架子，小心点啊！小文，小文，你们被奶奶赶出来不告诉我，是怕我会哭鼻子吗？才不会呢！你们能脱离像易家那种牢笼一样的地方，开心都来不及呢。你爸呀，是怕影响你的工作。我还有什么可被影响的？爸，我找过奶奶了，但是我没有处理好，还帮了很大一个倒忙，可能还要丢了工作。陆总，到定位地点后，穿过茶园就到易敏德家了。女儿，不管怎样，爸爸妈妈都依然很看好你，不留遗憾，想开一点。怎么可能不留遗憾呢？
才刚开始就要结束了。我真的很想为品上出一份力，也真的很想帮福利院的孩子们完成梦想的家。但是现在，这一切都因为我搞砸了。喂，请喝茶。院长，我一听说陆总筹建材，马上就过来了。奕华是真心想为福利院的改建尽点绵薄之力。据我了解，奕华为了收购建材，几乎押上了所有的现金流。华董为了表达慈善之心，出手真是豪横，令人敬佩啊。奕华的各种传闻向来就不少，陆总不用当真。我这个年纪也拼不了几年，想着在能动的时候多做好事，多积福。我当然愿意给您机会了。建材可由贵方友情赞助，但一定不得干预施工。若是以后奕华想要借着为福利院改建提供新型环保建材，为自己打广告营销的话，可以随意。陆总，这算盘打得细。我们怎么打广告，最终都是为品上做宣传。我老太婆年纪大了，眼拙，不太喜欢为他人缝制嫁衣。奕华提供建材，自然要行使监督权。院长，由我们来监督，能保证项目的品控和进度。抱歉，华董，改建已经授权陆总负责，这得由他决定。陆总，材料送到你面前，你若不要，耽误了开工，等慈善总会那边问起来，你的脸面不太好看吧？跟一家小少爷玩弄福利院助教相比，慈善总会应该不会介意我们仅这里是晚开工几天吧？年轻人谈个恋爱，好聚好散，拿到体面的分手费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是我的职员偷了设计图，陷害给设计师。事实清楚，就算我因此被革了职，我也要还设计师和品上一个公道。院长，中间有什么误会的话，我愿意全力配合陆总来表达我的歉意。陆总，就按你的意思办，一切以准时开工为重。谢谢华董配合。奶奶都已经来福利院了，看来干嘛不进去啊？真的是奕华赢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太想帮忙做点什么了，没听你的话，是我自以为是帮倒忙，自作聪明害了你。我没想到事情会落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，我没脸见你。你在跟我演苦肉计吗？我没有，我是真心想帮忙的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就算要开除我，我都认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如你所愿。
是，你哭什么呀？我承诺了要给孩子们变魔法，修一个新家的，我现在做不到了。原来某人的眼睛是洒水车啊！你没哭过呀？怎么每次我特别背的时候，都能被你看到我的球样？我不是特意来关心你的，是福利院院长给我打电话说，易华的画廊愿意找我合作提供建材。我跟他在福利院见了一面，现在问题都搞定了。真的？你别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。我刚才说的话都算数。如果你真的十分为难的话，你不用管什么面子不面子，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，再大的锅我都背。就你这小身板，能背什么锅？这么不相信我的危机处理能力，你信不信我罚你去公司扫1年地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继续留在公司了？我什么时候说开除你了？